太阳神光闪耀，黑暗利刃袭来，集结人类欲望的力量，恶魔果实最深的秘密即将揭晓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，海贼王1069话，万物皆有因已更新，双觉醒能力大战未来都市。扉页继续短期连载，《杰尔玛无感情海游记》第26期 ，Max 团队神秘过往揭开。曾经得到高利贷之王杜菲尔德的慈善赞助，以铁桶般的外轮战舰，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，驰骋在大海之上。阿特拉斯大人被打倒了，弹尖岛战火燃起，研究员们四散逃难。这里明明是自己的岛屿，为什么 CP 要发起攻击？路飞扛着波尼，露奇盯着草帽，盛平摆出架势，乔巴愣在原地，两路人马就这么街头偶遇，面面相觑。哇，罗布路奇，那些家伙真的在追贝加庞克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，鸽子男？路奇冷冷地提醒路飞，这里可是政府管辖的岛屿。白痴船长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海贼在这里才比较奇怪。乔巴拉着路飞，巴不得立刻逃到上面去。为什么可恨的草帽一伙会在这里？还有乔艾利波尼也在。他乡遇故知，卡库也略感惊讶，但还是提醒卢奇不可急着出手。草帽小子现在的身份已经是四皇，没有上面的许可，不能随便交战。特工们只能严阵以待，一时无法行动。路飞突然发现了什么，转身将晕厥的波尼交给盛平，自己跑开。说了没错，他现在是四皇，随便交手恐怕会引起战争，立刻向海军报告。路飞的注意力却完全不在 CP 特工上，一路小跑冲向浓烟深处，眼前的景象直接让他目瞪口呆。阿特拉斯头部损毁，机能彻底瘫痪，已完全陷入静默，只剩下破碎躯体，夹杂着零星电流。你怎么了？破损的好严重，是之前那个女孩。交手的后果我当然知道。乔巴，赶快给他诊断。但现在好像让弗兰奇来比较合适。别多管闲事，这是政府内部的问题。他可是请过我们吃饭的人啊！路奇终将明白，从自己动手的那一瞬间开始，这场战斗就已经注定。此时新世界的海军本部，元帅赤犬正面对着棘手的报告。草帽一伙突然出现在弹尖岛，海军同样措手不及。看吧，那件事才说完没多久，也就是说，贝加庞克早已察觉到 CP0 的目的了吗？应该是的，所以才会强行登岛。就算要动手，至少先跟我商量一下吧，那些该死的混蛋！贝加庞克要是找了草帽一伙来当靠山，那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战力减少这么简单的事了。赤犬正准备找黄猿，但他在刚刚海军制定完作战计划后，已经先行一步，出发前往弹尖岛了。赤犬下令紧急联络路奇，让政府特工在海军到达前不要轻举妄动，特别是千万不要跟草帽交手。然而赤犬不知道的是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弹尖岛下层已经爆发激战，一黑一白两个身影在闹市街头大打出手，被波及的人们只能加速逃离。乔巴直接蹂躏强化，抱起波尼紧急避难。盛平一把看起阿特拉斯，还在尝试让路飞稍微冷静一些。路飞，你到底搞清楚立场了没？这样会演变成大事件的。监控室内，其他伙伴透过荧幕惊讶于两人的变化。罗布路奇已经和印象中的不一样了，世家更是眼前一亮。这样的先例真是太稀有了，这是何等的速度！大部分动物系觉醒都会剥夺能力者的人格，但这个披覆全身的漆黑焰云是凝练而成的致命杀意。终极猎手舞动爪尖利刃，那道锋芒足以撕开夜幕。此刻伫立于战场中心的金布身影是真正的杀戮兵器。动物系猫猫果实豹形态觉醒模式，草帽小子，变强的人可不止你一个。等等，路奇，我们还没有得到许可啊！另外一边，贝加庞克正急匆匆地跑进实验室。白色战士出现了吗？哇，是贝加庞克本体，他刚才不是还在下面吗？告诉我，草帽小子这个变身是怎么回事？娜美被问住了，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很清楚，也许是橡胶果实的能力吧。但贝加庞克却很肯定，过去的恶魔果实图鉴中并没有记载过橡胶果实。众人的认知再次被推翻。就算你这么说，但路飞自己一直自称是橡胶人啊，这是何等美妙的姿态啊！只有在古代文献里才有记载，这颗拥有神之名的果实。神？你说路飞？他就是个单纯的笨蛋而已吧？不会错的，总是保持着一副滑稽的面孔，能够给人们带去欢笑的解放战士。他的另一个名字是太阳神尼卡，纯白身姿再次闪耀世间，一声欢笑如烈阳万丈，浸透层层黑暗，敲响解放鼓点，颂唱自由节拍。尼卡，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，这是当然的了，因为这名字已经在历史中被抹去了。但是只要人们还有期盼，它就永远不会消失。万物都是因为期盼而诞生于这个世界的，比方说恶魔果实也是如此。所谓的恶魔果实只是人类起源进化的可能性。人们总说，要是能那样就好了，要是变成这样就好了。这些起源涉及各个方面，逐渐诞生出了人类在未来的能力。但这是非自然的进化，因此遭到了自然之母海洋的厌恶，一直背负着大海的惩罚而存在于世。所谓的能力者，只是活在某个人曾经祈愿过的，拥有那种力量的另一个次元。
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假说，无需去考虑神是否存在。这世界已经很有趣了，不是吗？来自恶魔果实的终极奥秘与正在激斗的黑白大战，亲眼所闻、亲眼所见，都是震撼人心的超凡观境。路飞大笑着再次跃出天际。这时，另一个身影也赶到现场。今天应该是休息日吧？海军本部科学部队队长扛着大斧的战头丸接到命令加入战局。CP 是自己人，海贼是敌方，也就是说，跟 CP 基佬一起战斗就行了吧？天空中又降下3个身影，战斗兵器吃天使 S 杀 S 蛇 S 鹰全部就位。电话从那头，贝加庞克紧急解释：不是这样的，战头丸，实际上 CP 基佬是来杀我的，劳烦你帮我赶走他们。啊，等一下，这样啊，不就也变成叛徒了吗？说的也是，没问过你的意见是我的疏忽。战头丸，以前啊，在你没饭吃的时候，是我把你捡回来养大的，帮助恩人是件理所当然的事，不是吗？倒是没错，你把压力都推到我身上了。世界第一头脑之人 ，PUA 功力也是相当惊人。战头丸不得不动手了。对面的卡库看到3台吃天使，相当棘手，好在他们也不是没有。喂 ，S 熊，你先去干掉其中1台。没用的，卡库，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。S 熊，把那边的敌人收拾掉。战头丸一声令下，竟然不是对着己方的吃天使，而是直接号令对面的小熊。卡库这才想起来，对方的控制权限可比他们高多了。S 熊反客为主，瞬间进入攻击模式，掌中拍出夺命闪光，朝着 CP 特工狂轰滥炸。卡库和斯图西只能狼狈逃避。原来和平主义者的控制权限分成了多个等级，最高权限在吴老星手中，接着就是贝加庞克和他的分身们，再然后就是身为科学部队队长的战头丸，而权限最低的就是控制芯片的持有者。然而，和平主义者无法通过电话虫下令，就算现在请求吴老星联络也无济于事。更让人不爽的是，如果卡库他们将吃天使打坏了，毫无疑问会造成政府的损失。现在的情况，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陆奇，你这个混蛋，先考虑清楚再打啊！但现在陆奇也没空听卡库抱怨了，无挡路飞一拳轰入大地，瞬间同化出橡胶蹦床，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轰出一记橡胶鼹鼠枪，正中罗布路奇软肋，黑豹遭到重击，连连咳血。S 蛇，你带草帽他们几个去真空火箭炮那里护送他们上边界穹顶。S 鹰 S 杀，你们在这里挡住 CP 基喽！战头丸向3名吃天使下达作战指令，掩护行动正式开始。瞧吧，老夫没有眼花吧？啊，我也觉得很像。那几个褐色皮肤的人和曾经的七武海太相似了，难道说是用克隆技术做出来的吗？路飞奔到战头丸面前，亲切地喊他斧头男。自从香波地群岛一别，两人又是很久没见了。草帽小子，少拿武器名来套近乎，俺跟你是敌人，你愿意带庞克大叔离开这里吗？他也拜托我了，可以的。虽然把他交给你，俺一点也不放心，毕竟你是四皇，那个形态也莫名其妙。飞溅而出的一抹猩红，是被贯穿的破碎正义，凌厉迅猛的黑暗突袭，以利刃降下黑夜裁决。罗布路奇的无情杀招，一击将战头丸重创，用叛徒的血液点缀爪枪。斧头男，战头丸胸口遭到重创，几乎昏迷。只要把指挥官消灭掉，吃天使不就为我们所用了吗？用极致的暴力和冷酷扫清眼前一切阻碍，弹尖岛战局再添变数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69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休刊。本话从扉页开始，信息量直接拉满。Max 团队的回忆杀与地下世界老大的联系，都要让他们的故事越来越丰满。和平主义者计划诞生的时间，也许还要更早。另外一边，贝加庞克在见到路飞的尼卡形态后，也说出了恶魔果实的起源之谜，来自人类欲望的集合，相当具有哲学味道，也刷新了我们对恶魔果实的理解，可以算是尾田对恶魔果实的真正定义了。相当关键的一段对话。相比之下，路飞和路奇的战斗显得没那么重要了，更多是给大家过过眼瘾。而弹尖岛这场乱战还没有结束，战头丸重伤，还原即将到来，以及可能出现的大凶，让战局更加混乱。下一期我们来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